一句我等你究竟有多致命？那天，当程磊面对周野，说出那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我等你，我当时愣住了，不是被台词本身，而是被他说这句话时整个人的状态。眼神没有犹疑，表情没有浮夸，喉结轻轻滑动一下，好像真的把某种压了很久沉甸甸的情绪从胸腔深处往外顶。那不是所谓偶像剧式的深情，也不是被导演喊10几遍之后的标准情绪，而是演员本人在那个瞬间真的打开了自己。那4个字里有少年气的倔强，有青年对未知的冲撞，有男人面对情感时的吻和狠。这不是表演技巧能堆出来的，而是内里经历过、体会过、相信过的那种情绪，所以他才杀伤力那么强。而当一个男演员的情绪精准击中了观众，观众必然会开始比较，那女演员接得住吗？这场戏的力量能被对手戏完整回收吗？舆论从那一刻起就悄无声息地偏了方向。说句实在话，自从他上一部古装剧制播完，他的整体声量就像突然被人悄悄调低了一格。明明播出前他的势头非常猛，讨论度高，路人缘不错，长相有记忆点，资源看着稳稳的，行业内普遍认为他会冲一线。可真正开播后，问题暴露的比大家想象的都快。最要命的是，口碑严重分化，不是那种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的正常分歧，而是极端式的两头走向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她作为女主没能稳住故事核心。对观众来说，期待落空比作品不够好更致命。当观众觉得被误导、被骗，那种反噬的力度是成倍往上跳的。一个大女主角色最怕的就是观众感受不到她的成长与重量。原本大家想看到的是逆风翻盘、独立清醒、拒绝恋爱脑，情绪线越来越强，但实际呈现的却更像是甜宠逻辑碾压主线，情绪多集中在甜而非强，智商突然忽高忽低，角色行动力不够，反抗性不足，这就导致角色的命被写清了，而演员又没能靠演技把它拉重。一旦角色光芒弱了，锅永远落在演员身上，这是行业残酷但真实的规则。最近网上关于他的讨论可以分为几种典型：演技太轻，打不到心上；情绪力度不够狠；有魅力，但角色没给他空间；妆造和镜头不帮他。他是美的，但美的没有攻击性。甚至还有更狠的一句：给他负媚没用，他接不住。但如果你真正看过整个作品，就会明白，问题不全在他。角色弧线偏弱，导演风格保守，剧情走向怪异，任何一个因素都足够让一个女主被锁死。演员确实是创作者，但同时也是被剧本、导演、节奏困住的那个人。他能做的只是从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往外挤情绪，但到最后观众只会看到结果，角色没立住。2025年的95后小花是娱乐圈竞争最激烈的一批，不论外界怎么夸，内部其实非常残酷。有人被合作方拖累，有人票房失守，有人靠路透支撑存在感，有人没作品反倒更安全。而周也最特殊的是，他有作品，有曝光，但热度是往下掉的。这意味着路人缘正在消耗，粉丝盘无法完全拖住，行业内会谨慎观望。在这个时代，热度掉得比爬得快，而它的掉落是业内的警示信号。不是没有好作品，不是没有亮眼表现，但他缺一部能让所有人统一记住他的作品，缺那种一出场观众就叫得出名字的角色，一句台词就能被全网模仿，能让路人直观感受到他就是这个人的作品。这不是小缺陷，这是演员根基性的缺口。没有代表作的演员，就像没有地基的楼，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，都摇得更猛。他手里现在有3部待播作品，年代情节、宅斗权谋、军旅题材，类型都不轻，
班底看着也不差。但问题是，观众想不想看是另一回事。当下观众越来越现实，看脸不够，看制作不够，看题材也不够，他们要的是情绪密度足够高，角色能共鸣，故事够打动。但他的选戏方向更像是追求规格，而不是追求适配度，这就是风险。那部军旅戏原本是他资源最硬的一部，但偏偏拍摄过程中爆出负面事件，虽然不是演员造成的，但只要作品本身带着阴影，播出前所有讨论都会被污染。观众很感性，只要心里留下阴影，再看演员就难以纯粹了。这会影响他吗？会，而且是结构性的影响。现在行业规则已经不是看潜力服人，而是资源就会自动绕道。这是行业逻辑，不看情感，也不看运气。第一层，他有没有潜力？有。他的长相独特，有镜头感，有辨识度。他的稳，他的冷，他的情绪线其实都非常适合某些类型的角色。第二层，他现在的选戏方向对不对？不对。演员再有能力，选错戏就是白费。他的问题从来不是不够好，而是没遇到真正能替他发声的角色。这不是努力能解决的，是方向的问题。观众最容易爱上的角色，不是最美的，也不是最强的，而是最真实的，能让观众心疼、气愤、揪心、骄傲的角色，反而不是那种只有规模、没有灵魂的大制作。他需要的是那种全网一看就会说，这就是他的角色，一个就够，只要一个，他就能稳住。他接下来的3部戏不一定全部能爆，但只要有一部口碑站住了，他的风向就会逆转。现在他最缺的不是营销，不是话题，而是一个能让观众相信他、疼他、站他的角色。只要那角色一出来，只要观众那一秒被打动，他就能回到牌桌中央。未来1年就是他的真正试炼，不是输赢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重新被记住的问题。成为流量必须满足3个条件：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角色，有一部作品能替他说话，而不是替他扣分，能扛住舆论的冷热变化，不被一次失利压倒。周也现在还在十字路口，他没有输，但他也没有退路。如果下一次他拿到了对的剧本，演出了对的情绪，让观众真正重新感受到他的存在感，他完全有机会再度走上高位。他不是没机会，而是机会必须准。接下来的1年就是他的命门点。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也感谢你愿意跟我一起认真的聊演员，聊行业，聊作品背后的真实力量。你的每一个评论与点赞，都是我继续做深度内容的动力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也欢迎订阅关注，一起继续探讨更多真实、有价值、有深度的内容。谢谢你的阅读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